早收清单一定会断。大陆要用福建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来取代 ECFA， 从国家级别的政策下降到一个省。今天的大陆还会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吗？不会。你赖清德不是说吗？要大陆提出新的对台方案吗？来了，你们经济部在国际会议上面当众说谎。这位陈姓次长，这官是买的吗？大陆跟台湾谁先进的 WTO， 他不知道啊？我们比你们早进20天。赖清德不受控了。对于压抑台独来说，中美双方是合力的吧？结果居然没有成功，这个就很奇怪了。我觉得赖清德因为选举他现在已经有点瓶颈了，所以他现在开始要炒抗中保台了。那张图那个只是骗白痴而已啦。中国官方所讲的说辞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叫做民进党当局啊，我针对的就是民进党当局。ECFA要断就是你烂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，为什么在美国那个智库写出文章过后，我们这边没过多久就出台了这个贸易调查的结果。第二点的话，就是这个调查结果出来过后，国民党和民众党他们都没有太用力的去打这个议题，至少从我的观感上来说，不如赖清德那个违建案，大家都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。我觉得主要是糖衣毒药这个想法早就深入人心了。而且别说台湾人了，就连我自己这个大陆的，我都觉得，这老共吼得很大声，最后屁事没有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也很怕这个调查结果之后那个惩罚措施不痛不痒的。再加上民进党已经定调，这是国民党配合大陆搞的了。要是国民党用力打这个议题的话，只会让蓝绿媒体各自解读。显然，台湾的媒体都是控制在民进党手里的，打了也没什么用。再说了，就算是绿营的听到了，他也会觉得断掉就断掉啊，无所谓啊。断掉 ECFA 是两岸人民少有的共识了，断掉就断掉呗。其实对选票来说，影响有多少，还真不好说。美国人给出赖清德要求他冻结台独党纲的时候，还只是冻结啊，说不要让老共丧失最后和平统一的希望。翻译一下就是让赖清德把老共吊着啊，绿茶婊一样把老共吊着，不要让他完全不跟你玩了。如果赖清德听美国人的话的话，老共就不会这么早出来这个调查结果啊。如果赖清德愿意修改的话，不说释出善意吧，至少应该现在就保持沉默不说话，慢慢的调整这个风向，给赖清德操作的空间。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现在就出台了。再加上那个美国智库写的报告里面说不仅要落实具体的行动，还要给中方说一声，是吧？我的推断就是说，美国人跟赖清德沟通了，但赖清德不受控。这里面不是说台湾就这么牛逼，美国人说话我都可以不听了，而是因为美国人里面他们自己的想法也不一样，他们也是内部自己在打架，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是利用这个他们内部的冲突，没有听拜登这边的话，他就没有同意直接冻结台独党纲这个事儿，这是很奇怪的，因为至少这次对于压抑台独来说，中美双方是合力的吧？这个大家应该有这个共识吧？大家都想把台独压抑一下，结果居然没有成功，这个就很奇怪了。这真的是活久见，什么真的会发生？而且出台这个贸易调查这个报告，需要的层级是很高的，需要台办各种各样部门配合的。下这个决定的人肯定是很高层级的，而如果能让很高层级的人来做出这个决定的话，就说明这个变化已经很确定了，他都直接到了现在要准备部分或者全部要去掉 ECFA 的情况了，说明这个变化很有可能就是我猜想的赖清德不受控了。而且赖清德这个性格吧，就从这次这个违建案，大家也可以猜想出来一二确实是一个比较暴冲的人，固执。你给大家看，你们经济部在国际会议上面当众说谎你看你们经济部上面写这个 WTO 顺利完成我国第5次 WTO 贸易政策检讨说中国在会中以口头方式关切我限制大陆
货品进口措施，我团团长、经济部陈政务次长回应说，我国加入 WTO 时，中国并非 WTO 会员，因此未能依据 WTO 规定就彼此的贸易体制及措施进行协商。这个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次长，这位陈姓次长，这官是买的吗？大陆跟台湾谁先进的 WTO， 他不知道啊，对吧？这个时间上写的清清楚，我们比你们早进20天。大陆明明是先加入的，你怎么说你加入的时候大陆不是会员呢？在这之前有一个新闻，台湾没有人注意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，不管是赖清德上台也好，是侯友宜上台也好，或者谁上台也好 ，anyway，早收清单一定会断。大陆要用这个福建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来取代 ECFA。从国家级别的政策下降到一个省，这个一定是大陆势必要走的这条路。今天的大陆还会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吗？不会。我跟你讲，就台湾对于大陆的这个贸易不平等，并不全是绿的问题，蓝的也一样啊。说白了，台湾蓝绿都只想吃大陆的红利，吃大陆的豆腐，但是一点实际的好处或者让利互等的让利都不肯做，对吧？你赖清德不是说吗？要大陆提出新的对台方案嘛？来了，新的对台方案。就帮大家讲清楚一点啊，ECFA其实全称叫做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，它是一个架构协议。这个架构协议之下呢，会有4个子协议要来进行，一个叫做服贸贸易协议呢。然后再来叫做投资协定，好，最后一个叫做争端解决机制，好，这4个呢是在 ECFA 这个大的框架下面来做的。所以 ECFA 本身有没有签呢？是有签的哈。ECFA 本身是依据 WTO 相关规范下的原则下去进行制定的。好，简单来讲，这就是一种 FTA 的一种形构了哈。我们就在这个主协定的框架下面呢，我们特别划出一个专章。这个专章呢，我们就放在第4章，来把 ECFA 的重点落实。就是双方在签这个 ECFA 的时候呢，为了呢加速，或者是为了呢让这个 ECFA 先释放出一些利多，让大家呢，或为了让彼此有一些缓冲空间，比较没有争议的部分先做。这个早收清单呢，变成大陆当时单方面让利给台湾，那你就卖到我这边去吧。好，因为你的冷链啊，你的运输成本其实是很低廉的，你不需要特别再去建构大型冷链机制、冷链船相关的东西，不用，你就是直接 plan 就卖过去了。所以 ECFA 的重点其中一个在这里，那其他有一部分就是一些相关的产业，什么螺丝什么，那事实上也让台湾的厂商可以在大陆卡到一个相对不错的市场区位。所以常常会有说，这个 ECFA 给我们带来的上千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，其实不是 ECFA 本身的早收清单创造这个，但确实这个早收清单给予了台湾农渔产品当然是没有多少钱啊，主要就是在一些相关产业里面呢，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区位，可以卡了一个比较好的位。所以早收清单的好处就是把这关税给免除了，也就是用了台湾好的生产环境、成熟的生产流程、产业体系，但是卖到一个极巨大的市场，叫中国大陆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ECFA 早收清单它所带来的伴随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。那民进党最坏的地方就是他骗你说 ECFA 里面所占的这个2-3% 而已，其实不多，但这时候里面大错特错。他跟你说主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电子，就是所谓的科技业相关，好，晶片产业相关，这是很可恶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科技业晶片所能照顾的相关的员工的就业人数是很有限的。而这一些所谓的传统产业，透过 ECFA 它有几个市场品项占有区位之后，它可以在早收清单之外，还可以有怎样？还可以有其他相应的产品配套卖过去嘛？你用了我这个产品，你用其他配套，你要不要用我的东西呢？你这有个卡位的功能，所以不管有没有在早收清单里面，很多的企业就受惠于它的部分产品在早收清单，而部分在这个之外，它有很大的一个这个部分。早收清单是 ECFA 的一部分。好，这个大家要弄清楚这件事。那本来完整的 ECFA， 真正完整 ECFA 就包括服贸、货贸、投资协定、争端解决机制，然后早收清单就会并入它相对应的，比如说服贸、货贸里面。
是这个样子，这叫做整个完整 ECFA。只是因为当时要逐步通过，但是通到一半的时候，那就是太阳花学运嘛，后续的协议没有彻底的完成，对台湾的选举的冲击啦。最后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啦。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公布啊 ，ECFA 要断的那个时间是激烈的，台湾人是激烈反弹的，一定会把票灌给民进党。可是回过头来冷静下来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原来是民进党害的。所以这一次中国官方所讲的说辞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，叫做民进党当局啊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就告诉你就是民进党当局害的，然后冤有头债要主，你去怪民进党当局，你民进党当局没干好，不是我针对你台湾全部，而是民进党当局，我针对的就是民进党当局。那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发酵，它需要时间沉淀。我不认为是台湾单方面讲了大陆改变想法。过去这么多年来啊，中国每一次出手就是介入台湾选举，永远都被打脸哦。所以比如说当年李登辉要选举的时候，你就给他射飞弹，被李登辉大获全胜，对不对？2016年周子瑜事件，民进党大获全胜。2020年。其实2020年这个反送中，但反送中其实不是针对台湾来的啦。那民进党还是大获全胜。所以到2020年，其实中国就没有出手台湾选举了。但它是这个民进党大获全胜。那今年呢，中美和解的状况之下，其实两岸因素或者是中美因素是对民进党整个是不利的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他还是到了1月12号选举前一天才出手，那不是岂不要蠢死了吗？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认为中国包括中国的相关的智库学者啊，已经学习的非常多。就中国大陆对于应对台湾选举这件事情，其实是非常有他的想法跟他的观察的步骤。所以我也不认为像刚才黑哥或者是刚才崔子所说的，到底说中国对于这件事情是在不在乎台湾的谁上台或选举，我认为是非常在乎的。包括他去弄鸿海这一次的事件，为什么是在距离选举还有1个月的时间来公布这件事情？那就很明确的就是在对于选举的部分，他已经很清楚了吧？你应该让这个因素发挥到极致，而不是让这个因素变成反对你的。台湾人就吃软不吃硬嘛，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慢慢把 ECFA 要断就开始怪民进党啦，就是你烂嘛，你烂还在那边讲什么？什么叫战猫，对不对？现在萧美琴号称战猫，我看叫瞎猫。昨天好像不是有台北里长被约谈？对啊，40几个，对对对，其实很多人不是很清楚，说12号的时候彰化有6个里长已经被约谈过了。然后那一天其实为了配合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那个三立竟然放了这张图。我觉得赖清德因为选举他现在已经有点瓶颈了，所以他现在开始要炒抗中保台。对对，他炒那个敌意螺旋嘛。所以说，他就开始编，就所谓的大陆有五个省份对台湾的5个地区那个部分。我讲的那点好，那个只是骗白痴而已啦。真正如果大陆要在台湾发展组织来讲的话，怎么会这种搞法？这个东西可以看出来一件事，就是说 ECFA 其实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，虽然说大部头方向早收清单的问题，更大的问题，其实我们这几年也都知道说，后来台湾有一些地方的庄脚经贸往来还是比较频繁一点嘛，其实他们常常就是必须要去跟大陆那边个别去谈一些事情嘛。白痴也知道说，你选举前你去大陆参访的话，你不是在弄这个东西，可是他们有些就是为了地方的一些经贸方面来讲的话，就是去跟他们把弄还是那个部分嘛。三立的那张图跟彰化那个被约谈12月12号。我是觉得，如果大陆真的是要警告台湾这边，我觉得说真的，如果为了选举，基本上来讲话要这么没下限的话，那大陆也不是吃斋的啦。可是为什么就是在12月15号那么快速的东西来讲话，大家记住一点是12月12号，还有这张图，基本上来讲话就是你踩到大陆的底线就对了。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分析看看，这有一家之言啦，对。